对了，你求爱整点浪漫气氛，你带这3条狗干嘛？求爱呢，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不重要。反而你呢，求来求去，也求不到欧阳琦的爱，这个我也是服了你了。我才真是佩服你，我跟欧阳琦呢就是太保守，就应该学学你，直接动眼。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。你有没有牵过她的手？没有。亲过她了？没有。这些事情呢，你什么都没有做过，石总，世界。怎么了？安姐让我过来接您参加Wins开业酒会。我也去。安姐只邀请了石总。我也是 Wins 重要成员之一，那我也没看你替 Wins 做什么你该做的事情啊。没事，你不用去了。你去了，我怕安姐不高兴。没有消息，未必是好消息。到大，每个人都有无法实现的梦想。梦想之所以称之为梦想，是因为它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实现，不贵，又怎么能称之为梦想呢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紧张，比如开跑车去驰骋，驾飞机去翱翔；有时候我们也需要放松一下，跟僵尸大战和吸血鬼厮杀。更有些时候可能需要寻找一点刺激，比如痛殴一顿你的老板。但无论这些梦想是否能够实现，它都会在你的脑海里面，每一天让你神魂颠倒，浮想联翩。看这里，安总，看中间。安总，看中间，看中间。安总，看中间。安总，麻烦看一下右边。这会改变国内无人机的商业版图，对吗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由 Wins 新任 CEO 10月先生回答。石总，您能介绍一下 Wins 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？听说投资规模非常大，您能给一个具体数字吗？现在投资的预算我们还没定下。那您介绍一下您的无人机产品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呢？应该大概1年半以后会上线。会不会延期呢？不会。那您对虚拟现实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大概明年就会开始实施。安总，亲爱的太太，你的离婚证还没捂热呢，就找到新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对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就是你原来的样子，我喜欢你。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。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，我为了你呀，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，你却忘恩负义啊！啊！拍我吧！我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们认识的安总原来的样子。安总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都是偶遇啊。我是故意的。有话要说吗？你说想当我的床头灯，这一次让我当你的指路牌，好不好？这种失身的戏码，我喜欢。但这种戏，就我一个人看就够了。你的路呢，好不容易爬上去，现在放弃，甘心吗？何况，你还有那么多同事陪着你。失败就会让人不舒服啊。但错就是错，没有必要去坚持，还不如重新开始。你是在耍我吗？没有啊，是你把我想的太脆弱了吧？会说鸡汤？你十月会说鸡汤吗？其实我想问，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那我会陪你一起疯，疯到我们70、80岁。只要这个东西不摘掉，就证明我没有放弃。他费尽心。进去坐一会儿吗？不了，洗个澡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晚上高空酒廊见。好，高空酒廊，我等你。让司机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想自己一个人走一下。
真对不住了啊！这安姐的手段你应该是了解的，她真的太难缠了，个个都跟蜘蛛精一样。我一直跟你说过，所有的心思都要放在细节上，客户的体验性。好的，我强调了。你看那个沙发，一早就应该换，它的舒适度直接影响客人的消费。真的第一时间就想跟你通风报信儿的。不是，郝杰，郝杰他把我一个人留在问子，你说我怎么可能斗得过安姐？我跟你说，当一个酒吧老板最大忌的就是推卸责任。如果你在酒吧里面遇到一些客人比较难缠，喝醉酒，你还这样推卸责任呢，那你的头迟早被爆。所以你是老板，我是一小弟嘛。你当小弟这么久，跟我这个老板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风格。别说你的风格跟习惯了，我连你的癖好我都了如指掌，我连你办公室每个抽屉里放什么，我心里都明白着。这么厉害啊！你见什么人，穿什么西装，说人话还是说鬼话，我心里都有一本明账。那我保险箱的密码是多少呢？怎么就破解了？叫一瓶酒。他这个人呢，虽然平常吊儿郎当的，但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总算能压得住这个场，对客人的喜爱也一清二楚。他对这个酒吧的感情，比我们俩深。我觉得他没有问题，我觉得你有问题。这件事情是我错了，我没有拦住你，还把你跟南桥都搭进去了。是我忘了。安宁这个人不会这么容易相信我。是，他装了点了头，同意了这件事情，其实背后早就布了局，等着我们上钩。是我傻，我以为这些年我可能是特别的那一个。你想怎么办？我觉得当务之急就是研究一下 VIV 和 Vince 的合同，找出漏洞，可能我们再去个美国。什么都不要做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都不管了？连酒吧都给记号不管了？不想管了，我只想当我的使军情。喂，喂，十月。哎，老大人呢？酒我拿来了，走，上去喝去。快坐。酒这个东西呢，喝多了乱心。他已经够乱了，你就不要再添麻烦。来，喝。
那您对 VR 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其实呢，我们整个公司对这个产品是非常投入的，产品非常的人性化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有几年没上来了，现在看去外面，觉得还美吗？美。今天的景色比以前更美。我也觉得是，因为站在那里看风景的人，还是原来的那个人。对不起，之前那么的不信任你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在你面前向来没什么理智可言。我们那么久没在一起，想要走回原点，难免会有一些弯路。不过今天，你抱着我离开酒店的时候，我也才真正的看清楚，你还是原来的你，还是那个愿意为我拼了命的10月。我当然愿意为你拼了我的命。我不会要你的命。但我剩下的，只能给你我的命。你今天给的是线。开香槟吧。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，也开了一瓶香槟，连杯子，我准备的都是当年用的杯子。怎么不问我？为什么觉得今天的景色特别美？你说，因为今天的我要学会放下。以前的我一直以为都能放下，原来我舍不得，我舍不得你给我的一切。宠物医院见，现在。他不会再回来了。
我点了外卖，一起吃吧。我不饿。一天没吃了，你当自己是铁打？去哪儿啊？10月约我就说了，他会给我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说这都是误会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欠7颗飞行一个交代。喂，石月，你混蛋！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现在去宠物医院见南桥，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。再给我几分钟。你确定？不会变。好。关于我的谎言，我的错。南桥，加高一点。安妮，你居然找人撞南桥是吧？这事不是我做的，原来你这么看我。从我这一离开就去找他了吗？你听好了，你可以拿车来撞我，直接拿我的命。我说了不会要你的命，因为你还有东西没有还给我。我已经全部都还给你了，好吧？医生，医生，他怎么样？哦，你是那个病人家属是吧？放心吧，病人呢没有外伤，他现在就有点轻微脑震荡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做进一步检查的啊。好，谢谢。小乔，你醒了？头会不会疼？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医生说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大碍，你别害怕。现在几点？小乔，你先躺下。医生说啊，你得卧床观察24个小时，少1秒钟都不可以。这脑震荡也分大小的。你刚才不是刚说完没什么大碍吗？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摩托车冲过来的时候，好像是10月把我推开的。他叫我去宠物店。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小乔，
我知道你想去找10月，但绝对不是现在。自从10月出现开始，陈明 Wins 抢单 VIB， 处处都是针对你和极客飞行。我有理由相信，绝对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。小小，你先躺下。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过了观察期，我陪你一起去讨个公道，好不好？你先休息，我去给你爸还有南晴姐打个电话啊。千万别给我爸打电话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我在这儿躺着过观察期就是了。好。差不多了，你先喝点水。你想跟安宁接受，可安宁很明显不想跟你接受，他已经出手了。你再靠近南桥，就等于跟他宣战了。不管谁输谁赢，有危险的都是南桥，啊？哎。你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必须陪你一起去。你不在的这3年，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自己感情上面的问题，谁也不能帮我解决。帮我带回家啊！南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常剑兄，我已经听你的，在这儿观察了24小时了。有什么事儿能回来再说吗？相信我，我能处理好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观察期过了吗？就是轻微的脑震荡，没事儿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打算把狗给他们送过去，一了百了。这是我从狗身上发现的，你看看还有用吗？去哪儿啊？你这大白天的喝酒也不是办法呀。你说话呀！你说一句啊！你要是有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舒服点，你跟我说，我去办，立马就办。你舒服了，我也舒服。我见不得你这样。只要他离开我，恨我，这才是最安全的办法。你无止境的退让，只是把默默守护当做懦弱的借口。你忍心吗？你为什么不跟他留一点希望呢？这样的女人我不配。
你怎么样了？轻微脑震荡，已经过了观察期了。有些事儿稀里糊涂反而比明白更好。稀里糊涂？我最近莫名其妙发生了2次交通事故，莫名其妙突然跑出来一个 Wings 针对极客飞行。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就算是个普通朋友也会问我一句怎么样了。十月人呢？你认识的十月，是个光明磊落的人，还是个懦弱胆小的人？不管怎么样，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啊？你不说话什么意思？他人呢？他是安全的吗？他把自己埋起来了。你说你遇到我之后才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。你说你想让我看到你所有的不好、不堪、失败，依旧还愿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再做决定。你说这个世界其实一点都不善良，甚至还有些残酷。我们谁也不知道，下一个遇到的人是幸运还是灾难。我们无法改变命运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与谁携手同行。十月，我不知道遇到你是我的幸运还是灾难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就算我看到了所有的不堪，我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。就算你想分手，是不是出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跟我面对面的说，我们的交易是真的？你说什么？为情而聚，为利而散。你们的开始本来就是一场交易。对啊，后面的种种后果，又何必当真呢？所以，从我们第一次相遇开始，就已经是交易了，是吗？说，我没有放弃报复你。你拿到的那篇论文，全世界把你当成焦点，而我被全世界唾弃。所以每次我见到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是折磨。滚！
你早就料到你会有今天的成果。我认识的石俊清，不会拿女人当做要挟的借口。7年前虽然我7年前，7年前你眼睁睁看着我离开，半句话都没有说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乎什么结果了。可他现在依然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上。继续留着。如果我告诉安宁，你当初接近他的真正原因呢？其实，石俊清改名石月是为了方便接近他们。什么？他给了警方很大的帮助。你是说，他是警方的线人？安宁前任丈夫的贩毒集团就是石俊清帮我们破获的。不过安宁的手很干净。后来我们调查了几个月，发现安宁一点都没有沾她丈夫的生意。后来石俊清就陪着安宁去了美国。那现在呢？他还是不是？早就不是我们的人了。当时我们本意是想帮他恢复身份，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改名的原因。你当初帮过警察的，你是好人。好人坏人关你屁事啊！技术人才嘛，毕竟什么都是要手上见真章。服不服的都是技术过不过硬，你说是吧？当然。那我可就把人和项目都交给 VRV 了，跟他好好谈。邱总。一会儿进了 Wins， 咱们先砸哪儿啊？哎，沉得住气才能做点大事。你不会想跟他们说理吧？不是吗？不是，你要砸东西的话，那叫点人高马大的过来。我这么瘦小不合适。那你适合什么？暗战。哎，我可以利用电话线切入他们的内网，黑到他们所有的网络，打乱他们所有的工作计划。胆小鬼！哎，我觉得 Q 说的对，他们在商业上玩咱们呢就得让他们加倍的还回来，而且是那种特别绅士的。绅士？平时我让你对我绅士点儿，你说那叫娘炮。现在倒好，你跟我提绅士了。不是，我说的那种绅士是用脑。哎。石月，石月，你出来！不好意思，师傅。石月，出来！不好意思，这边不能进。不好意思，师傅不在这边。不好意思，真的不能进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在这儿呀。哎呀，都在啊！正好一网打尽，一群败类。什么情况？这 Wins 得没脸没皮到什么程度才够得上和您合作呀，邱总？别看啊，一看就满脑子坏水。你今天就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把所有事情说清楚。石月，你让开！我们3个人嘴笨啊，没你聪明。你靠这3寸不烂之舌，先勾了我们老大的活儿，又拿走我们公司的钱，临了还毁了我们公司的数据。我就想问问你们这是什么行为？强盗！人渣！不要脸！哎，老大，出事了 ！Q 哥与个小安他们去 Wins 了，说要给你报仇。打电话叫他们回来。好。哎，老大！没事吧 ？Sorry。
都是老相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嘛，别发脾气。邱总，我们隔壁房间待一下吧。车总，咱们走吧。行，车总。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没有？啊！你们3个出去。这是我跟石总2个人的事儿。这怎么能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呢？对，这是2个公司的事儿。这事儿解决不了，谁也别想走。石月，你跟常建雄的事儿，他都跟我说了，我们欠你的。不管你对极客飞行做什么，我都能理解。你理解？他们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常建雄当年拿了我的论文，你们公司才有今天的成就。所以说，你们每个人知道，你们都是踩着我的肩膀，你们才有今天的成就。老大，老大，是。是。那你还带他们来讨论干嘛？嫌我报复你不够是吗？因为这个人是你，所以我不相信。你不会是对我真的动情了是吧？但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圈套。在海岛的密约、入股极客飞行，还有那一晚，都是我报复常建雄的战利品。明白了吗？还有，我跟你们说 ，VIV 之后，你们所有的产品、所有的技术，都会被我威尼斯撵上。好自为之。因为这个人是你，所以我信。留下一种幸福的。
你不去做演员，真的是可惜了。在我面前，你是个商业精英。南桥来了，你就变成了一个复仇者。在南桥眼里，现在又是玩弄感情的花花公子。我本来就是玩弄感情的坏人，你不怕吗？早知道啊，就不去温斯体馆了，弄得大家都尴尬了。也不知道是谁出的馊主意。我不是为老大出口恶气吗？谁知道剧情这么劲爆啊！人面兽心啊，美男复仇记。可明明是长歌先对不起十月的呀。小安，你有没有原则啊？就算长歌有100个不对，那十月也不能为了出气勾搭老大吧？看来这个石瑞对老大从来都没动过真感情啊！毁灭性打击啊！如果是我，估计这辈子都不会爱了。小安，放心，你不会遇到的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很难有人找到欺骗你感情的理由。这款 VR 眼镜的真实感做的确实好，不愧是 VIV 的王牌产品。如果 Wins 能好好开发它的话，老大 ，Wins 这么欺负我们，我们就这么算了吗？多一个竞争对手，多一个产品，多一个人了解无人机，挺好的。好事儿 ，Wins 快把我们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了。老大，你不能因为男人胳膊肘往外拐啊！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们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。公司的问题，大家想办法解决。十月的问题，给小乔一点时间去解决。我不会让我自己的事情变成公司的事情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不是更应该好好工作吗？安姐，你想喝点什么呀？我去帮您调。十月，有吗？有啊，这个必须有，我去给您叫去。安姐来了，请出来吧。哎，安姐来了。别喝了，安姐来了。起来，起来。
跟我打招呼。来，坐。我到这儿来就是想喝一杯，很有意思。我们来个有意思。看，这杯酒呢，看上去光鲜亮丽，但我中间呢加一条枯木蝉。知道这杯酒叫什么？伪君子。哎，这杯酒不是给你喝的，只适合我，所以你别着急啊，有一杯送给你。你知道这杯酒叫什么吗？叫梦境。因为叫梦的灰烬，所以呢，是。你知道我从不做梦，我只知道自己要的东西要自己去争取。石总今天走得太急了，放在我那儿的东西忘了带走了。既然石总的梦不见了，我更不介意。再来。哎呦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昨天晚上说了好多梦话，做好多梦，说好多梦话。你听错了，你喝醉。你说南桥，别走，南桥，我不想离开你。我拿手机都录下来了，我给你听啊。你这样迟早会憋出病的。你才有病，好不好？但是你这个病呢，可以救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所有人都把我跟 Vince、安宁捆绑在一起，我这一辈子翻不了盘。但是你不一样，只要你跟我划清界限，欧阳琦就会觉得你交友不慎，没事。如果我那样做的话，他就会觉得我不仅见利忘义，还见风使舵。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呢，就是我先避一避，躲躲风头。在这个环境下，只要我不作，就还有希望。哎，你好。我是。好，我们考虑一下。就这样。哎，电视台邀请你做一期访谈，说无人机现在是新闻热点 ，Vince 能借机宣传一下，你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退了。他们还说
不只请了我们一家公司，还有另外一家极客飞行。去不去？所以呢？节目组让我传达一句话：南总说石总去，他就去。哎呀，你现在真的是陷进去了。想向我宣战是吧？老大，这访谈栏目咱不能去。公司现在这个处境上节目，那就等于给对手机会吊打咱们呀。老大，我们能理解你对前男友的心情，可是分手也不等于要自虐呀。温迪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以前不老是说要给公司争取在媒体上曝光的机会吗？现在机会来了，大家都畏手畏脚的。不是我们畏手畏脚，我是担心这是个坑。是啊，公司现在跌在了谷底，就算咱们上节目，也没有什么能宣传啊。Q 哥和温迪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和 Wins 的对垒已经被炒得热火朝天了，现在站出去，不知道会被网友撕成几片。你们就这么不相信你们的老大会打一个翻身仗是吗？可是老大，你本来就不适合这种场合，而且还要面对10月。你舍得吗？这么关键的时候，我胳膊肘会往外拐吗？你们这是要拆我的台是吧？不是，老大。我们的意思，我们就是关心你。去。既然你想好了，咱们就去。对不起，石总，安姐正在休息。刚好这个点她休息完毕。那你们稍等，我去通报一下。石宇和郝杰想见你。Wins 要是有什么要求，只要不触及原则，以后你就尽量配合，你自己做主就好。好的。但是10月有什么事情，无论大小，你都要告诉我，我自己处理。可您那躲了都好几天了。对。可是他是想让我明白，我跟他只能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。这可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以后公事我就不出面了。我要等着他用10月的身份来见我。您明知道10月的想法，为什么还要哄着他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还一定得用他？他跟我的时间比你跟我长啊。我的10月精着呢。我派人盯着他。不用，都撤回来。对付一个叛逆的孩子，放任自由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你越这样，他才会越内疚。不好意思，石总，安姐今天实在是抽不出时间。前天是约董事聊工作，昨天是午休还没起身，那今天是什么理由呢？石总应该最清楚。那麻烦你把这个资料交给他。
好的。如果安宁不同意呢？他肯定同意。能够踩到南桥，这场戏他肯定不会错过。我刚才说的记好了没有？现在赶紧过去，把我的意思传达给导演，赶紧去对一下，快去快去。然后刚才2个我们沙发的摆位，还有它上面物件的摆位，听懂了吗？赶紧过去给我重新整理一下。有消息了。怎么说？答应了。哎呦，行啊，厉害呀，小子！我现在就是准备极客飞行公司还有 Wings 公司的资料，还有无人机的专业知识。准备这些干什么？给观众上技术课啊？我们这一期的主题不就是无人机的未来发展前景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要好好准备的就是深度的挖一挖 Wings 老板10月，还有极客飞行老板南桥，他们2个人之间微妙的关系，碰撞出火花，我们节目才有效果。什么效果？用娱乐的方式去说一件不娱乐的话题啊？怎么跟你说？想要我们节目吸引眼球，活生生感情上的故事，可要比你无人机有意思得多。但万一人家不愿意在节目上谈感情呢？懂什么呀？算了，跟你说不明白。我说什么，你现在赶紧去做，快去！哎，我刚才说了，这边你要稍微靠近一点，你没听懂吗？什么情况？啊！哎呀，有病吧！把这个人给找出来，送到警察局。上车吧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情况？原来是这小子啊！家庭内部矛盾，哎，帮小鱼出头。小孩子，你现在连小孩子都不敢面对了。我只希望他是被南桥派过来报复我的。你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过去的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了，现在成为众矢之的，你到底图什么？让南桥没有退路。他背负的太多了，极客飞行还有太多人的期望，他必须要憎恨我，必须要报复我。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他出拳的力量。你还是怕南桥不相信你，是在骗他？就是太真了。我连自己也骗不过自己，这是个骗局。安妮要的决定给他。怎么了？他不见我们，也不管公司的事儿，甚至连 VMV 的合作都不过问。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跟你说，他要的是10月能低3下4的去哄他，而不是什么 Wings 的 CEO。他要的东西太多，我给不了他。我真没做坏事儿。你往别人车上抹泥巴，还没做坏事儿呢。他们都告到学校去了。我那是伸张正义，有些讨厌的人就该有人教训。伸张正义，我让你知道什么是伸张正义。白公救命！白公救命！你看他打我。哎呀，铁血男儿敢做敢当，啊，挨棍棒，长脾气。你小姨就这么教育大的。听到没有？那行。男子汉大丈夫，
你要打就打吧，反正人我已经教训过了。要教训人呐，就只要站到对手的对面去，背后偷偷摸摸的搞事情，丢人。行，你打吧。啊，疼死了！安全，疼死了，打人了！教育教育就行了。谢谢。你干嘛讲他人事情灭自己？我们有实力，他们有什么？毕竟对面那人是10月呀。我担心的是，这种访谈节目很容易着了主持人的道，说不定这能激发小乔的潜能。